在人生这出大戏里，我们总以为退休是谢幕，是功德圆满，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下半场的清闲。就像一个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老船长，终于把船开进了安全的港湾，以为从此可以收起船帆，安然入睡。可渐渐的，他却发现船舱里的积水越来越多，不是因为漏了大洞，而是无数个不起眼的小裂缝正悄悄地渗入海水，让这艘看似坚固的大船在风平浪静中慢慢下沉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这不只是一个比喻，它是一个真实而普遍的困境，正发生在许多像我们一样辛辛苦苦大半辈子，终于攒下了一份薄产，却在退休后日子越过越紧的朋友身上。明明有房有钱，为什么还是感觉心慌？今天就让我们把镜头对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关于一位平凡又不凡的退休女士陈女士的故事。她的经历或许能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警钟。陈女士今年67岁，家住淡水，退休前是银行的资深行员，这个背景听起来就充满了安全感。你想想看，在银行里工作了一辈子，整天跟钱打交道，对数字的敏感度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更别提他退休时，光是劳退金就一次性领了近1000万，加上每个月2万多的劳保年金，名下还有一套没贷款的房子。这条件在任何人眼里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、财务自由的典范啊！故事的开头也确实是那么美好。刚退休那几年，陈女士的日子过得像一首田园诗。早上，她在小阳台侍弄花草，看着番茄慢慢变红，心里都是踏实。下午，约上3、5老友在咖啡馆里一杯拿铁，聊着天南地北的闲事，时间就这样慢了下来。最让她满足的是给孙子孙女买东西，看到他们穿着自己挑的书包、新衣，那份成就感比过去在银行里数千万钞票还要来得真实。他心里从来不慌，总觉得那近1000万的退休金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库，自己每个月花的不过是流出的一点点水，根本无伤大雅。他当时真心觉得这就是他辛苦大半辈子应得的幸福。可就像温水煮青蛙，那股不安的情绪在退休后的第3年悄悄地爬上了他的心头。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开始在一些小事上变得犹豫。去超市买菜，以前想的是要吃什么，现在想的却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。在冷藏柜前，他会为了买不买一块几百块的牛小排而反复纠结，拿起来又放下。他忍不住问自己，我明明不缺钱，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小气？那种心口不一的感觉让他心里很不好受。他开始下意识地回避一些社交，朋友约喝下午茶，他会用有点累、家里有事之类的借口推脱。他不是付不起，而是害怕看到钱从口袋里溜走的那种感觉。明明自认已经很节俭了，但每个月的银行账户那个数字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，稳定地向下滑落。这种无声的财务压力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，渐渐勒得他喘不过气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先生早已沉沉睡去，他却睁着眼睛，脑子里全是跟钱有关的烦恼，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
他想找人倾诉，可每次聚会大家都聊着去哪里旅游，孙子又学了什么才艺，每个人都表现出我过得很好的样子，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异类，更加孤单，也更不敢将自己的窘迫说出口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，索性起身打开电脑，把过去1整年的信用卡账单和银行明细全部下载下来。他决定像一个侦探一样，彻底搞清楚自己的钱到底去了哪里。这一看，把他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账单上的消费记录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连自己都陌生的消费面貌。外送平台1个月竟然花掉将近2000块，便利商店手机一扫就过去了，但1个月累积下来也超过3000。最让他震惊的是电视购物，1个月竟然也破3000块。他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在先生午睡、家里安静的时候，因为无聊而冲动下单。还有那些订阅服务，除了众所周知的，竟然还有好几个不知道何时订阅的手机 APP、云端空间，甚至还有一个早就没用的线上瑜伽课程，每个月都在默默扣款。这些加起来每个月就超过2000。他把这些主要开销加总，发现自己的生活费竟然高达28000块以上，而他的劳保年金每个月只有2万多块。这意味着他每个月都要从那笔千万退休金里倒贴7-8千块。最让他感到恐惧的不是花钱的金额，而是他对这些消费的无感。他看着账单上的许多项目都觉得非常陌生，心里想着，这真是我买的吗？他一边看账单，一边在家里翻箱倒柜，结果在储藏室的角落里找到了好几个根本还没拆封的包裹，里面是电视购物买的锅具和保健食品。更让他啼笑皆非的是，他竟然买过2组几乎一模一样的进口维他命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问题的根源，不是他花钱太大手大脚，而是他对金钱的流动失去了觉知。那些他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100-200、300-500的小钱，像无数个小小的漏洞，正在慢慢地掏空他的退休金水库，而他对此竟然一无所知。带着这份恐慌和自责，他心神不宁地过了1个月。就在这时，他在社区活动中心看到了一张讲座海报，标题正是小心退休后让你悄悄变穷的消费习惯。主讲人是一位资深理财顾问，这个标题像一道闪电，精准地击中了他当时模糊又不安的心情。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走进教室，他看到里面坐满了和他年纪相仿的长者，许多人脸上的表情都和他一样，带着一丝忧虑和困惑。他心里稍微松了口气，原来在这条路上他并不孤单。讲座一开始，顾问就开门见山地说，各位大哥大姐，请记住，今天这个时代，吞噬你退休金的往往不是股票套牢或被诈骗，而是你30年如一日的消费习惯。这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接着，顾问分析了3种最常见也最容易让退休人士陷入隐形贫穷的消费模式。陈女士越听心跳得越快，因为她发现自己竟然3项全中。第一种模式，用小钱来购买人情和面子。顾问说，很多长辈，特别是过去在职场有一定地位的人，退休后依然保持着抢着买单的习惯。他们总觉得一顿饭几百块，一杯咖啡100多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
陈女士听得脸颊发烫，这说的就是她。她和老姐妹出去最常说的口头禅就是这顿我请，别跟我抢。每一次200-300块的慷慨看起来是小钱，但1个月7-8次聚会下来就是好几千块的固定开销。她甚至会用我退休金比较多，多出一点是应该的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，却没意识到这背后其实是爱面子的心态在作祟。第二种模式，用购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顾问指出，退休生活带来的除了自由，还有大量的空白时间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和无聊感。他说，以前在职场每天处理各种事务，觉得自己很重要，退休后手机突然安静了，那种不被需要的失落感很容易让人想通过消费来填补。陈女士心头一凉，这简直是在剖析她的内心。她最容易冲动购物的时刻就是先生午睡，家里安静的只剩下时钟滴答声的下午，那种空虚和寂寞让他不自觉地打开电视购物频道，当主持人热情洋溢地喊着最后3组保证有效，他就好像找到了位置，忍不住按下订购键。他以为自己在买东西，其实是在买那几分钟的陪伴和我还能消费的价值感。第3种模式，用金钱来表达对子女的爱，这是顾问认为最普遍也最危险的一种模式。在台湾，很多父母都有一种倾其所有来爱孩子的本能，只要听到孩子遇到困难，就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他。陈女士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大儿子说想搬出来租房子，头期款还差25万，他心疼儿子，二话不说就把钱汇了过去。女儿说孙子的补习费和才艺费压力很大，他立刻就说这个钱奶奶来出。结果每个月就多了一笔好几千块的固定支出。他当时心里想的全都是孩子有困难，做父母的怎么能袖手旁观，我的钱不就是留给他们的吗？但顾问接下来的一句话像一记重锤，敲醒了在场的许多人。他说，各位长辈，请冷静地想一想，你给出去的这笔钱，它不是投资，因为它不会增值。它甚至不完全是爱，因为它可能正在剥夺孩子独立的机会。从财务规划的角度看，它就是一笔纯粹的有去无回的消费。他进一步解释，这种没有界限的支援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。孩子会从一开始的感激慢慢变得习惯，最后甚至觉得理所当然。更可怕的是，父母如果一直在后面撑着，孩子就永远学不会自己站稳。你以为你是在帮他，实际上你却是在制造他的依赖，延迟他的成长。那一刻，陈女士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她以为自己在用爱为孩子铺路，结果却可能是在用钱为他们挖了一个依赖的坑。讲座结束后，陈女士拖着仿佛1000斤重的步伐回到家。那天晚上，她和先生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坦诚也最沉重的长谈。当先生看到她整理出来的财务分析和未来预估时，也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。他们终于共同意识到，这个家里的财务状况已经亮起了红灯，必须立刻做出改变。然而，知道问题是一回事，真正动手去改变又是另一回事。那毕竟是30多年根深蒂固的习惯。于是，在顾问的建议下，陈女士决定不求一步登天，而是先从3个最关键也最容易执行的小地方开始着手改变。第一件小事，重新定义聚会，设定预算上限。她
他不再逢约必到，也不再抢着买单，他开始只和那些真正想见面、能说心里话的朋友联系。聚会的形式也从非得去餐厅或咖啡厅，变成了在附近的公园散步聊天，或是来我们家泡茶，我做点心给你们吃。当他鼓起勇气，坦诚地跟老姐妹们说，我最近在做财务整理，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外食开销时，没想到朋友们不但没有笑他小气，反而纷纷表示赞同，说自己其实也觉得最近花钱有点凶。原来真诚的友谊根本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。第二件小事，设立24小时购物冷静期。无论是电视购物还是网络购物，他都给自己立下了一个铁的纪律，绝不冲动下单。任何想买的东西都先放进网络购物车里，然后他会强制自己等上24小时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方法的效果出奇的好。第二天再打开购物车，里面80%以上的东西他都已经失去了购买的欲望，甚至想不起来昨天为什么会那么心动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像一个过滤器，帮他筛掉了绝大多数由无聊和寂寞驱动的情绪性消费。第三件小事，明确支援子女的爱心底线，这是最难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他和先生商量后，决定除了孩子真的遇到危及生活的重大紧急状况，例如生重病、失业，否则日常的非必要的财务支援一律停止。当女儿又一次提到孙子的钢琴课费用时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温和而坚定地说，孩子，教育是你们做父母的责任，你们要学会自己规划和承担，妈妈相信你们可以的。当儿子打电话说车子修理费超出预期时，他也咬着牙说，儿子，你先自己想办法解决看看，真的不行了，我们再来一起想办法，而不再是直接给钱。他心里反复默念着顾问的话，真正的爱是放手，是信任，是让他们成长。刚刚开始的几个月，他和孩子们都有些不适应，通话的气氛也有些尴尬。但奇妙的是，大约半年后，他发现孩子们打电话回家的次数反而变多了，电话的内容也从过去的妈，我需要，变成了妈，你最近身体还好吗？他们开始分享工作上的趣事，讨论自己的理财规划。他才恍然大悟，当金钱不再是亲子关系的连接时，那份纯粹的爱才真正的流淌出来。他找回了做母亲的温暖，而不再是一个行走的提款机。这3件小事，陈女士坚持了短短3个月，她的银行账户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从过去每个月超支近1万，到现在每个月竟然能扎扎实实的多存下5-6千块。原本紧巴巴的劳保年金，现在不仅足够支付所有生活开销，甚至还能让他和先生每个月都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零用钱，并且还能持续储蓄。金钱上的改变是巨大的，但对陈女士来说，更大的收获是内心的平静和踏实。过去那种时时刻刻担心钱不够用的焦虑感彻底消失了。他晚上终于可以一觉到天亮，不再为钱的事情辗转反侧。他发现，当心里有了余裕，看世界的眼光都变得更美好了。和朋友见面也更能享受当下的谈话，而不是在心里盘算这顿饭要花多少钱。这个故事绝非个案，它是我们许多人的真实写照。那些看似无害的小消费，就像一个个无形的财务黑洞，正在慢慢吞噬我们的退休金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我们对此毫无觉知，
请不要再觉得我的情况还没那么糟，因为还可以这3个字是退休理财中最具麻痹性的毒药。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，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你现在觉得还好，可曾想过5年后、10年后，当通货膨胀让你的生活成本更高，而医疗保健费用也开始攀升时，你的财务状况会是怎样？改变从来都不晚。67岁的陈女士花了30多年养成的习惯都能改过来，我相信有智慧、有阅历的您也一定能做到。别想得太复杂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从我上面提到的那3件小事开始。第一，设定清晰的社交和外食预算。第二，建立一个24小时的购物冷静期。第三，划定一条明确的支援子女的财务底线。这3件事听起来简单，但只要您坚持去做，改变的力量绝对会超乎您的想象。我们的退休生活应该充满尊严和底气，而不是焦虑和不安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拿回生活的主导权吧。